大家好呀，欢迎来到幸福美食频道，我是幸福的眼泪。今天来做酒酿玫瑰红豆面包。今天的面包做起来快，只要一次发酵就好了。先给大家分享个红豆馅的做法，嫌麻烦的朋友请忽略，直接用买的。这个方法就是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。红豆洗干净以后，先用大火煮开一遍，然后把水倒掉，再换新的水煮。再次开锅以后，就盖上盖子，转小火，把红豆煮熟。我是煮了1个小时。今天是做2种口味的红豆馅，陈皮和玫瑰的。把陈皮用清水泡软，陈皮尽量买年头久一点的，吃起来不苦。我这个是20年的。红豆煮熟以后，最好是刚刚好，也没剩什么水了，这样就不用炒了。可以借鉴一下之前发过的蜜红豆的做法，豆子可以很轻松的捏碎就熟了。如果有这种手持搅拌器的话，就可以用这个给它打成豆沙。如果觉得太干不好打的话，也可以加一点凉白开或者牛奶。用这个机器肯定不会像破壁机那样子打得那么细，要是喜欢特别细的口感，可以过筛，不过那费老鼻子劲了。或者加水用破壁机打，这种就是懒人法，有一些豆沙的口感，还有一些带红豆颗粒的口感。打得差不多了，用刮刀再拌一拌就可以了。没有机器的话，我想了一下，可以把红豆尽量煮得软烂一些，然后直接给它压成豆沙就行了。不喜欢皮的口感可以过筛一下。压好以后，给它平均分成2份。现在它还是比较干的状态，因为还没有加糖。1份给它加入玫瑰酱，加多少自己尝，少量添加，加到你觉得甜度合适就行。玫瑰酱的做法之前我发过，没有玫瑰酱直接加糖就可以了。如果想加油，也可以加点黄油，加总量的5%到10%都行。我不喜欢吃油豆沙，所以我只加了玫瑰酱。拌好以后，它的湿度就挺合适了，适合包馅了。如果觉得干，可以加点牛奶或者白开水。陈皮泡软以后取出来，如果你那个陈皮年头短，可以把那层会发苦的部分刮掉。我这个吃着一点都不会苦，所以我就不刮了。然后给它切得特别碎，就像泥一样，放在另一半的豆沙里。再根据个人的口味加入适量的糖，拌匀。也可以加蜂蜜呀、转化糖浆呀、麦芽糖之类的都可以。这个拌好以后也是就没那么干了，反正干湿度方面自己可以做调整。红豆馅做好以后，一定要给它盖上防干。内馅准备好就可以揉面了。上个视频做黄米凉糕的时候，不是把米酒汁滤出来了吗？本着不浪费的原则，这次揉面就用剩下的这个米来揉，取100克的这个米来揉面。老面上边的这些材料我已经提前混合好了，放冰箱水合了1个小时。现在加入老面和酵母揉面。没有老面可以不加，反正加了面包体积会大一些，吃着也软。不加的话，你可以再多加点水，让面团湿黏点，但是整形费劲，或者就这样凑合着做吧。5档揉10分钟，揉到面团出筋，拉开是这样，有少量锯齿的膜。这个时候就可以加入软化的黄油了。加入黄油以后，先用3档揉3分钟，然后再转5档揉1到2分钟，最后揉到这样的膜就可以了。这基本上也快要到10分斤了，差不多是9.5。膜均匀有韧性，不容易破，破洞边缘光滑，有少量的锯齿。然后把面团取出来，揉好的面团温度要尽量控制在24到26度之间。给面团滚圆，盖上松弛10分钟。因为这次是为了节省时间嘛，做的是一次发酵，松弛10分钟就可以了。10分钟以后，把面团倒出来，分割成60克每个的小面团。分割好以后，就把每个小面团都滚圆，再松弛15分钟。15分钟以后就可以整形了。在面团表面薄薄的撒一层粉，然后给它拍扁。要给它拍成中间厚边上薄的状态，然后翻面，把
把面团放在手掌上，放上豆沙馅儿。把豆沙馅儿放在上面的时候，要尽量给它压一压，这样可以多放点。然后一边转一边推这个面皮，再把收口捏紧就好了。收口捏紧以后，就不要再反复没完没了的捏了，越捏底下就会越厚，那个馅儿就会往上跑了。然后把它轻轻的压一下，再刷上一半的蛋液，在有蛋液那面蘸上芝麻，摆在烤盘上，在28度的环境里发酵。我就给它盖上，再室温发。另外一盘整好以后也盖上发酵。我想在表面用玫瑰花装饰一下，这个是买的玫瑰花茶，用开水泡一下，给它泡软了就可以把花瓣打开。最后表面那个洞里会挤一些奶酪或者卡士达酱都可以，但是卡士达酱不是还要熬吗？我觉得有点麻烦，所以我就准备的奶酪。奶油奶酪提前软化，加入糖，用刮刀拌匀就可以了。我这个面团在室温下发了差不多1个小时，发到2倍大，可以用手在中间按一个坑试一下，面团没有塌陷，就说明发的合适。然后在没有芝麻的那面再刷上蛋液，把擀面杖用水冲一下，然后在面团的中间压一个洞出来，或者擀面杖在蛋液里蘸一下也可以，反正你要给它弄湿了，要不然会粘在面团上。然后再挤上奶酪，再放上泡过的玫瑰花。玫瑰花用水泡过以后再高温烤，就不会烤糊了。我就打开了一朵花，因为我觉得弄这个花瓣有点费劲。然后放入预热好的烤箱中下层，上火210度，下火180度，烤12分钟左右。烘烤结束就马上取出来，震一下热气，然后把面包放在晾架上晾凉。没有玫瑰花，放一个坚果也行，吃着还香。这里有一个烤面包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，看我这2盘烤出来上色不一样，因为第2盘我没有预热好温度就直接放进去烤了。烤第1盘以后，我觉得它上色挺慢的，烤第2盘的时候我就把上火提高了5度，想让它快一点上色，结果烤出来就这样了。所以一定要在它温度均匀、烤箱预热好的情况下再烤，不然边烤边升温，烤出来就这个样子了。本来挺好看的面包，虽然是1次发酵吧，但是也挺软的，因为加了不少老面，如果不加的话就会差一些。做完以后就要赶快吃，不能放好几天。喜欢这个面包的话，可以做一下试试。这个馅儿我觉得也挺好吃的，2种不同口味的红豆沙，就是自己做要麻烦一些，但是自己做的话甜度比较合适。好啦，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